王朝更迭，但历朝历代以来，边疆始终是历代帝王们的心头大患。为了确保边陲地区的稳定统治，通常都会派出一位备受皇帝信任的人来承担重任。即便如此，叛乱的阴云依旧时常笼罩，反旗往往由那些曾经忠诚之人举起。然而，历史上却有这样一位奇才，他不仅是朱元璋最早的儿子，还被派往云南扎根定居。即便朱棣视其后人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个势力庞大的家族依旧能与朝廷和平共处，长达280年之久，一直镇守着云南。这个家族便是穆家，而这位穆家的奠基人正是穆英。身为朱元璋最大的儿子，穆英的身份却并非帝王血亲。1345年，穆英出生于亳州定远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关于他早年的经历，史料已难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少年时期极为坎坷。父亲早逝后，在元朝与红巾军的战乱中，带着他逃亡的母亲也不幸去世。年仅7岁的穆英就这样成了孤儿，独自面对这个广阔而动荡的世界。当这位少年孤苦伶仃地寻求生存时，他周围的世界也在剧烈变化。元朝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纷纷举起反抗的旗帜，其中就包括了早年的朱元璋。当时朱元璋刚刚加入亳州城的起义军领袖郭子兴的麾下，迅速获得了郭子兴的器重。也正是在亳州城，这位流浪的孤儿偶然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和他的妻子马氏决定收养这个悲惨的孩子。从此穆英改姓朱，成为了朱元璋的义子。马皇后性格宽厚仁慈，而朱元璋对穆英也寄予了厚望。穆英不仅得到了温饱和教育，还开始学习军事，并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对于一个曾经失去一切的孩子来说，这种家庭的归属感无疑是最为深刻的体验。因此，穆英对朱元璋极为忠诚，无论朱元璋处于什么境地，哪怕一度被排挤，不得不自立门户，穆英始终陪伴在他身边，忠心不二。耳濡目染之下，穆英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坚韧和才干。长期在军营中生活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在朱元璋攻打吉庆时，年仅12岁的穆英便随军出征。从那时起，穆英越来越频繁地参与战事。到了18岁时，他已经晋升为朱元璋帐前的都尉，仅次于将军的职位，展现出了他出色的军事才能。此后，穆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朱元璋收养他的决定是多么明智。这位年轻的将领战功赫赫。1367年，他奉朱元璋之命攻破分水关，攻占崇安，并一举夺下闽西18寨，将敌将冯古堡俘获。那年穆英仅仅23岁。1367这一年，即便坎坷如穆英，也一定是特别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朱元璋下令让自己的义子们恢复原本的姓氏，穆英自然也不例外。朱元璋早年收养了不少义子，除了穆英之外，还有朱文忠、朱文辉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亲生子嗣逐渐长大，尤其是长子朱标的成长。表面上看，继承权已毫无疑问属于朱标，然而为了皇权的稳固和减少潜在的纷争，朱元璋决定让义子们都改回原姓，免去未来可能产生的矛盾。这个过程在其他义子那里进行得相对顺利，然而据说在穆英的身上却遇到了一些麻烦。由于父母早逝，流浪多年，穆英早已记不得自己原本的姓氏，因此也无法恢复原姓。围绕这一疑点，关于穆姓的由来有2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穆英主动向朱元璋表示自己能够活到今天全靠皇恩浩荡，因此将沐浴皇恩的穆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另一种说法出自《皇明世说新语》，故事中朱元璋曾询问穆英原本的姓氏，但穆英并未正面回答，只是一再表达自己如何沐浴朱元璋和马皇后的恩德，并称自己就是朱元璋的孩子。朱元璋无奈，
既不能让穆英继续姓朱，也无法得知他的原姓，只好用穆英所言的穆字作为他的姓氏。如果说朱元璋让义子们改姓是为了确保未来皇权的稳固，减少纷争，那么这个举措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然而对穆英来说，他始终未曾有过取代朱家的野心，更未曾考虑染指皇权。后世来看，穆英对朱家的忠诚不言而喻。朱元璋的长子朱标与穆英情同手足，朱标宽厚仁慈，曾多次在关键时刻为兄弟们解围。他与穆英之间的感情并未因血缘的差异而产生隔阂，穆英也始终将朱家视作自己的归宿。马太后去世时，穆英曾悲痛至极，哭到咳血。后来朱标因病去世，穆英更是悲痛不已，哀伤成疾，最终病逝，享年仅48岁。这位朱家的左膀右臂，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训中，依然可以看出他对皇家的忠贞与忠诚。虽然穆英早年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但真正让他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那片被穆家子孙世代守护的边陲之地云南。平定云南之前，穆英已凭借卓越的战功，成为朱元璋麾下的一员重将，并因在征战中的杰出表现，被封为西平侯，且赐予世袭罔替。洪武14年，元朝的残余势力依然在云南盘踞，而平定云南的重要任务则由朱元璋亲自安排，由傅有德、蓝玉、穆英等名将领衔，率领大军30万前往征讨。这场战役对朱元璋来说，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巩固明朝疆域、统一全国的重要一步。因此，朱元璋对这场战役格外重视，亲自筹划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和行军路线，显示了他对战略的深思熟虑。傅有德和穆英率领的主力部队一路进军至曲靖，元朝的梁王得知明军逼近，紧急调派大将达里麻统领10万军队，试图在曲靖阻挡明军。然而穆英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杰出将领的智慧与勇气，他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发动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了元军的主力。这一战不仅打垮了元朝残余军队的士气，还俘虏了他们的统帅达里麻。值得注意的是，穆英并没有滥杀俘虏，而是将2万投降的元朝士兵释放回乡。在这场战役后，元朝的梁王意识到大势已去，云南的局面已难以逆转，于是绝望中选择了自刎。昆明在梁王死后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量，穆英率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昆明，标志着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清剿。然而云南虽已平定，问题却并未彻底解决。在云南的大理地区，盘踞多年的段氏家族依然控制着这一带。洪武15年，朱元璋再次命令穆英与蓝玉一同出征，目的是彻底消灭段氏家族的势力，巩固云南的明朝统治。此次征战，穆英依旧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素养与勇敢，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部队攻克大理。此役过后，穆英与傅有德会师，进一步平定了乌萨、东川等地，将云南的残余叛乱势力彻底清除，为明朝的边疆安定奠定了基础。打天下易，守天下难。对于朱元璋来说，云南虽已平定，但边疆的安定才是长久的根本。他深知，如果不将云南牢牢掌控在可信任之人手中，极有可能出现割据自立的局面。傅有德虽然功勋卓著，但他毕竟是朝中重要的统帅，召回京城后继续辅佐政务，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而派遣朱元璋自己的皇子镇守云南，则有失策略。皇子们都已经在各自的封地中履职，再调任云南并不合适。况且云南地处边远，常年远离京城，常年驻守的将领如果稍有野心，便有可能割据一方，自立为王，重演历史上地方割据问题。因此朱元璋需要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有能力稳定边疆的人选来镇守云南，穆英便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作为朱元璋的义子，穆英从小深得信赖，
他不仅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更是无论在忠诚还是能力上都不容置疑。朱元璋将云南交给穆英，是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在穆英镇守云南的岁月里，虽然边陲不时有各路酋长作乱，但每次动乱都在穆英的果断出击下迅速被平定。然而，武力镇压只能带来短暂的稳定，治理一方水土则需要更为长远的眼光和手段。穆英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极具治国智慧的政治家。他深知空有武功无法长久赢得民心，必须从民众的根本需求出发，建立起长治久安的基础。因此，他在云南的施政理念尤为注重抚民心、兴民业。首先，穆英上任后便着手精简军政条令，削减不必要的官僚冗杂，力求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他在军队中推行屯田制，以军队自给自足来减少对地方百姓的经济负担，不仅缓解了军粮供应的压力，还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穆英还注重民生，以发展农业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首要标准，鼓励官员们积极扶持农户，开垦荒地。为进一步保障农业的发展，穆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修建水坝、引渠灌溉，不仅改善了当地的水土条件，还确保了农业的丰收。与此同时，穆英也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他着手修筑道路、架设桥梁，改善了云南与内地的交通联络，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教育方面，穆英积极推动办学兴教，设立了大量的书院和学堂，提倡文教事业，培养了一批批有才学的地方士子。虽然穆家的世袭爵位只是前国公，而非拥有实权的藩王，但在云南百姓的眼中，穆家无疑享有比藩王更高的威望和尊重。百姓们甚至自发将穆家的府邸称为穆王府。然而，对于这位战功赫赫、心系百姓的西平侯穆英来说，命运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正当穆家在云南扎根稳固之时，穆英的生命却因悲痛过度而匆匆谢幕。洪武25年，继太子朱标因病去世后，深受打击的穆英也在同一年病逝，年仅48岁。对于穆英来说，他的一生从一介街头孤儿成长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这无疑是他凭借个人的努力和忠诚换来的无上荣耀。穆英不仅为明朝奠定了云南的长治久安，更为穆家后代在云南的世袭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穆英在九泉之下，恐怕都未曾预料到，自己的一片忠心和为云南付出的心血，最终会成为一些权贵眼中的眼中钉。穆英在云南的稳定统治，尽管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与信任，但随着穆英的早逝，穆家在明朝政局中的地位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朱元璋虽有意让穆家世代镇守云南，确保边疆安宁，但因穆英去世过早，朱元璋不得不命穆英的儿子穆春继承爵位，继续担负起守护云南的重任。真正的挑战在朱元璋去世后才逐渐浮现。随着明太祖的驾崩，朱允炆继位，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行动。这位年轻的新皇帝试图通过削弱藩王的势力来巩固中央集权。然而，穆家虽然实力雄厚，却并非藩王，且与皇室关系密切，因此未列入削藩的对象。朱允炆放过穆家，实际上是出于对穆家手中军队的忌惮。穆家在云南掌控着数十万戍边大军，这股力量无疑是朱允炆想要稳固政权的一个重要倚仗。但历史的车轮并未因朱允炆的这份宽容而偏转方向。靖难之役爆发后，穆家并未出兵勤王，而是选择保持中立。这一选择对穆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自保策略，但也意味着穆家错过了在朝廷内部巩固自身地位的机会。眼看着朱允炆被推翻，明成祖朱棣登基，穆家的未来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或许正是因为穆家做出的选择，朱棣在夺取皇位之后，才没有立刻对穆家采取行动，
而穆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对朱允炆的冷淡态度，历来也引发了不少解读。有人认为，穆家可能因朱家内部的争斗而不敢轻举妄动，毕竟朱允炆也没有明确下达命令给穆家，而无论穆家是否选择介入，形势已经使得他们不得不将所有家业压在这场战争的胜负上。事实证明，穆家压对了注，无论天下如何更迭，只要朱家依然掌握皇位，穆家在云南的地位便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云南作为明朝南部的边陲重地，并非当时国家战略的核心，因此与其贸然更换地方的掌控者，保持云南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朱棣对待穆家的方式，实际上与朱允炆的处理手法颇为相似，他并未急于削弱穆家在云南的影响力，而是继续让他们镇守此地。朱棣深知自己是以藩王身份夺得皇位，与其防备如穆家这样的地方势力，他更应警惕的是其他有实力的藩王。因此，穆家作为地方官员，显得相对无害且忠诚。甚至在藩王朱骈与穆圣爆发冲突时，朱棣仍然选择站在穆家一边，这不仅仅是暂时维持穆家权力的象征，更是通过大肆封赏来巩固穆家的地位。他不仅没有限制穆家的势力，反而加封西平侯为前国公，赐予世袭权。自此，穆家真正获得了世代镇守云南的资格，成为朱家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对于朱棣而言，种种对穆家的恩赐与封赏，实际上更像是权宜之计，而非真正的示好。虽然云南地处偏远，但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尤其是在长期处于穆家手中之后，朝廷的控制力变得相对弱化。尽管在当时，穆家与朝廷的关系还算密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的影响也会渐渐淡化。如此重地，长期由一个非皇室的家族掌控，必然让朱棣以及后来的明朝统治者感到忧虑。云南虽然名义上有布政使司、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大机构，但在穆家强大的地方势力面前，这三司不仅无法与之抗衡，甚至连内部团结都做不到。穆家在云南的权势，已使得朝廷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削弱穆家而不引发动荡？在明英宗时期，朝廷逐渐采取措施削弱穆家的地方控制权。丁选被派任为巡抚，负责整合三司，借此削弱穆家势力。此时的穆家虽然已经不再如昔日那般拥有绝对的权威，但依旧保持着对云南事务的显著影响力。尽管穆家失去了过去一言九鼎的地位，依然不能忽视他们在地方的根深蒂固。然而，穆家并没有选择与朝廷正面抗衡，相反，他们采取了更为温和且聪明的策略。他们声称自己难以与三司合作，请求朝廷派巡抚监管云南。这一举动表面上是恭顺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主动将部分权力交还朝廷，以此换取家族的长久存续。虽然穆家不再如昔日般统治云南，但这一家族却得以在朝廷的庇佑下保全，延续了数百年。穆家世代谨遵穆英的遗训，尽忠报国，谨慎事君，并将这一精神传承了下来。即便在明朝灭亡之后，穆家的忠诚依旧没有动摇。最后一任家主穆天波在明亡后随永历帝逃入缅甸，最终战死于骤水之难。这个自明朝开国以来历经280余年的家族，随着明朝的灭亡，也终于走到了尽头。然而，他们的忠诚和荣光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